学生时期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而大学更是这段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随着最美大学的出炉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的四季之美，武汉大学的樱花纷飞，深圳大学的依山傍水，还有厦门大学的山海花园和涂鸦手绘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芳姐姐。今天呀，我们到了海上花园厦门。由于疫情呢还没有完全过去，厦大呢我们是进不去了。不过呀，姐姐听说岛上有个房子，面积777平，2房5厅5卫，厂长直呼内行。为什么这么大的面积只做了2房？厦门恒河之上，跟姐姐一起去瞧瞧。入口处很隐秘，沿着棕榈成荫的步道进入到小区里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在这儿不单能嗅到阵阵泥土芬芳，听得到声声莺啼入耳，还能感受到徐徐清风拂面。所以附近设立了很多休息室和茶亭，为的就是可以随处停歇赏景。前边咱们就到了。大堂进来，鹅卵白的墙面地面既提升了整体空间的尺度，也柔和了正午阳光的温度，还有配套的5星级物业服务。刷卡进来是电梯厅，3梯2户的好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考考股。电梯出来，咱们就到了。子午门的厚度足有4指开外。如果当初玛利亚之墙用的是它，没准能抵住莱纳一撞。进来，左手边，宫位分男女，全套卫浴都是恩式的。右手边是书画一廊，头顶装饰形似浪花朵朵，将海浪元素内外贯通，也流动了下方可分可合的书画长桌。如果你对艺术不感冒，也可以改成游戏厅，摆一排 PS5，对着海景操控德雷克在神秘海域里上下翻腾，没准还有 buff 加成。后边阅读区读一段《老人与海》，汲取一下永不言弃的强悍精神，带上更锋利的鱼叉，咱们还得继续前行。水吧台作为情绪的补给站，做工自然也不能马虎。金属台面沿着石材基底蜿蜒出绵延波涛，必须得是严丝合缝，差之毫厘就得报废重做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注意到没有？全屋满铺的都是这种蓝色妖姬大理石，为的就是营造沧海难为水的意境和在乎山水间的心境。转过来就是客厅了，沙发的摆放都预留出了最好的风景。出去26米的景观阳台，一侧五缘湾赞叹城市顺势生长的时代力量，另一侧湿地公园感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神奇景象。至于阳台为什么是这种形状，咱们先按下不表，等到楼上再说。既然在厦门，那茶室自然必不可少。闽南喝茶的习惯是千百年来刻在骨子里的东西，喝茶也极为讲究，不单是温烧运针的意，还有3扣桌面的礼。南边小型会客厅过去是红酒雪茄吧，恒温恒湿的酒柜让每瓶红酒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折叠门关上，烟雾就在里面慢慢消散，也让每个组团相对独立。逆时针回来就是餐厅，水晶吊灯描绘出山峰的重峦叠嶂，没法工业量产，只得靠工人师傅手工一颗一颗穿制而成。说白了就是废人。远近高低各不同的，除了吊灯，还有这个日本大师设计的摆件。大家猜猜可以换多少个 W？餐厅的隔壁就是厨房，全套厨电呢都是雅士高。这个距今1个多世纪的北欧品牌，从创立之初就秉持着纳维亚风格，既注重实用功能，又注入人文元素，避免严苛的几何造型。简单来说就更具人情味儿。保姆套间呢就设在这里，既方便做饭，也缩短了到生活阳台洗衣晾晒的动线。厨房出来，旋转楼梯像一根定海神针，扎根在全屋中心。突破了传统楼梯仅作为通行工具的局限，而是凹出了海螺造型，成为了屋内衔接纵轴的一道风景。涉级而上是日月同辉的家庭会客厅，意欲大吉将至，也作为中枢串联了2层区域。隔壁影音厅5部音响都藏在星空顶里面。
杜比环绕让哥斯拉与金刚的碰撞更身临其境，书房更像是男主人的办公区。想一想，守法公民和枪火狂徒哪个更适合男枪？年收入如何才能突破一爽？想累了就去旁边做个 SPA。灯光整体暗了一个色度，柔和的环境更容易卸下一天的疲惫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把这里改为第3居所或者客房，给点赞转发的小伙伴安排上。过道的另一侧就是禁区了。2扇双开门不单让尊贵感层层递进，更是方便了1.8米的大床进出。近50平米的卧房没有塞得满满当当，反而是预留了许多地方，为的就是让行进更流畅，视野无遮挡。出到室外，几栋建筑立面相对连续，没有拘束于传统的四四方方，而是同样摆出了海浪的形状。回来就连女士衣帽间都是双开门，拉丝玻璃让各区域隐而不断，轮廓灯下陈列每天的战袍。至于男士衣帽间嘛，往这儿看，正委屈的蜷缩在另一侧的角落。再往里就是主卫了，好事成双，不单是台盆，连马桶也是 double。这就是男孩们经常说的一起出宫吧。你过来啊！趁着窗外的微光，先洗后泡，心情有点小荡漾。隔壁次卧依旧是海洋元素的混搭，大面采光的通达。转过来次位，镜面收纳后的隐藏插座，我多说2句。这么设计主要是方便电动牙刷、剃须刀充电，避免台面上都是错综的线，这样强迫症们就会身心舒畅。包括防磕防碰的圆角处理，防撞脚尖的抬高设计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，就能看出梁志天先生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路。要是还不过瘾，那就跟上姐姐一起去楼下的会所转转。音乐一廊充满想象，沉醉温柔乡。书房茶室提升情调，貌似风波不扰。这套房就看完了，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不间断的海景，还有无处不在的人文气息。拍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正值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，这座100年高校在1个世纪的时间里，秉持着自强不息、止于至善的理念，向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40多万名人才。可能在看视频的你正准备答辩，即将结束校园时光，把浪花跃入人海，或者是刚步入社会的应届生，正在寻找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，再或者早已步入职场，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。那些年解过的双曲线，算过的排列组合越发陌生，但早些种下的与人为善的理念、遇事敢为的信念，必将受用一生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杨芳姐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